如果有一辆车，它的引擎永不停歇，里程表可以无限延伸，这会是何等震撼的景象！它将是超越时代的承诺，是机械造物所能达到的终极梦想。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这个奇迹的世界。这份榜单不仅是对30款最可靠汽车的致敬，更是对那些坚如磐石、永不熄火的动力系统的深度剖析。它们早已超越了好车的范畴，升华为车坛的传奇符号，在每一位驾驶者和鉴赏家的心中都镌刻下不朽的印记。准备好心跳加速了吗？我们的倒计时即将开始，从第30名一路攀登，直至揭晓那座让所有机械都为之仰望的王座——全球最可靠车辆的终极冠军。第30名，福特 F150和野马。说真的，有没有一种发动机能让你一听声音就热血沸腾？有，就是福特这台温莎 V8。从87年到96年，这台 5.0 升的 V8 不光是 F150 皮卡的心脏，更是那个时代野马的灵魂。这台发动机最牛的地方在哪儿？简单粗暴，还贼耐用。它的结构就是老派的推杆式设计，没什么花里胡哨的高科技，就一个字：省心。你别管它开了多少年，只要保养得当，跑个20万英里，差不多32万公里，跟玩似的，基本不会给你掉链子。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有些皇冠维多利亚出租车就是靠它，愣是跑出了40万到50万英里、64万到80万公里的恐怖里程。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皮实2字最硬核的证明。福特为啥能把它生产几十年？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它真的太他妈好用了。所以你看，那时候的 F150 和野马不光是辆好车，更像是一位值得信赖的老伙计。它既有皮卡能干活的硬骨头，又有野马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听着那标志性的 V8 声浪，你就知道这车靠谱。第29名，马自达 MX-5 Miata 1994至2005年款。嘿，聊起马自达 MX-5。第一反应是不是灵活好开，驾驶乐趣拉满？没错，但这台车最牛的隐藏款技能其实是那颗 1.8 升的 BP 发动机，这玩意儿简直就是个小坦克，转速飙上7000转都跟玩似的，底子却稳得一批。很多老司机把 MX-5 当神车开，跑到20-30万公里，发动机依然跟新的一样。更夸张的是，听说过一辆传奇的 MX-5 原厂发动机硬是跑了27.5万公里，拆开一看完美无损。为啥这么顶？秘密就在于锻造曲轴加超级坚固的连杆加马自达那套保守又靠谱的原厂调校。简单说就是用料扎实，不瞎折腾。这套组合拳让这颗 BP 引擎能扛住那些普通发动机分分钟爆炸的极限工况，就算是在赛场上被摧残，车手们也照样信它靠它。所以说 NA 和 NB 代的 MX-5 用实力告诉你，可靠和乐趣真的可以兼得。第28名，丰田陆地巡洋舰80系列。90年代的丰田陆地巡洋舰80系列，心脏里装的是个狠角色 ，1HDT 柴油发动机。你想想，真要到了那种电影里丧尸满街跑的末日，啥车最靠谱？我跟你说，绝对是它。开着这陆巡，心里特踏实。你开着它，而不是它载着你。为啥这么说？因为这车简直就是为野外生存而生的终极越野机器。它的那颗 1.6 升涡轮增压柴油心脏，简直就是个永动机。你猜一般能跑多少？随便跑个50万公里都跟玩似的。要是正常保养，跑个31万英里，差不多50万公里，小菜一碟。为啥这么皮实？因为它的家伙事儿全是铸铁的，钢体钢盖都是实打实的铁疙瘩，加上直喷技术和强化过的内部结构，甭管是高温还是严寒，它都能扛得住。真不是吹，一般的车辆在它面前可能都经不起它这么折腾。所以你看到它能征服沙漠，翻越世界各地的山脉和丛林，一点不奇怪。最牛的是啥？你经常能看到开了30年的老古董原装的发动机还在好好工作，动力一点没衰减，就那么点基本保养，换换机油，换换正时皮带，再调整一下气门间隙，它就能接着陪你浪。说到底，这台车能陪你到天荒地老，直到铁皮车身都锈得不成样子，就剩下一颗永远跳动的柴油心脏还在那儿为你轰鸣。第27名，2005至2010款雪佛兰 Cobalt LS。 有没有一款车它不张扬，却在你心里分量很重？比如2005到2010年的雪佛兰 Cobalt， 它就像一个穿着朴素衣服的武林高手，外表平平无奇，却深藏不露。它搭载的 2.2 升 Ecotec 发动机就是那身内加功夫。这台发动机被誉为通用汽车史上最耐心的伙伴之一，它运转平顺，不吵不闹，见证了太多车跑过15万、20万公里的漫长旅途，却极少用大修来打扰主人。一位修车师傅的话很实在， Ecotec 发动机真靠谱，我的车跑得跟钟表一样准。它的魅力不在于瞬间激情，而在于岁月的沉淀和极致的可靠。它代表了一种最纯粹、最让人安心的出行方式，那种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享受旅程本身，而不是担心车子是否抛锚的自由。这不就是许多驾驶者一直在追寻的简单快乐吗？
好家伙，第26名闪亮登场，它就是丰田 Celica GTS。一说到千禧年的小车，这绝对是个隐藏的小钢炮，性能可靠，一个都不能少。它的心脏是丰田和雅马哈联手打造的神机 2ZZD 发动机，你敢信？这机器红线能干到8200转，听着就血脉奔张，对不对？你可能觉得这么能造，发动机肯定不耐造，大错特错。Celica 就用实力告诉你，性能和耐用性我全都要。很多车主都开着它轻松跑了15万到20万英里，差不多24万到32万公里。有个老哥甚至跑了18.2万英里，发动机状态依然杠杠低。秘诀简单，勤换机油就行，就这么实在。这 2ZZG 有多牛？全铝机身加锻造曲轴加 VVTi 技术，动力输出那叫一个上头，分阶段给你爽。牛逼到什么程度？连莲花路特斯老爷子都觉得这发动机好，直接拿去用在自家的超跑上当心脏。这可是实打实的封神级赞美啊！怎么样，是不是已经被这台永动机的魅力圈粉了？赶紧点个订阅，不然接下来的25款神车你一不留神就错过了。至于榜首到底是谁，保证让你惊掉下巴，咱们不见不散。兄弟们，今天必须给你们介绍一辆车神，日产 Skyline GT-R R34 9902款。一说到 R34， 车迷 DNA 都动了。对，为啥？还不是因为它那颗 RB26DET 发动机。我跟你说，这发动机就不是为了在街上买菜设计的，那是赛道里千锤百炼出来的，后来才把它哄上路了。所以底子有多好，你们品，你们细品。原厂就自带高性能，里面全是锻造件，外加6个独立节气门。就问你硬核不硬核？这玩意儿随便就能干到500匹往上。最牛的是啥？它皮实啊！你见过多少性能车开几万公里就各种病 ？R34 不一样，很多车都跑了10多万英里了，只要保养的好，照样皮实耐造，改装潜力更是深不见底，随便玩。这就是为啥它外号叫哥斯拉，赛道上没人能惹，日常开着还贼靠谱。试问现在还有哪台超级跑车能让你天天当暴力驾驶的，都没任何心理负担？这波属实是日本的工业奇迹了。第24名，沃尔沃 P1800 1961 1968年款，搭载 B18 发动机。聊起沃尔沃的传奇，这台车你肯定听说过，就是60年代那款酷到不行的 P1800 轿跑车。这款车当时有多火，全球都为它的颜值疯狂，但你敢信吗？有一辆1966款的 P1800， 车主叫 IRV Gordon， 硬是把它开出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里程达到了惊人的 3.25 亿英里，而且它跑这么远，发动机还是原装的，这绝对是极端案例了。但就算没开到天荒地老， P1800 搭载的那台 B18 发动机，在当时普遍能跑个20万英里，差不多32万公里都妥妥的，还不用大修，这在60年代简直是天方夜谭。对，秘诀在哪？就因为它结构太硬核了。5个主轴承，锻造曲轴，简单的推杆设计，加上车身底部的超强结构，简单粗暴，但就是耐。用个老爷车专家的话说，这发动机光缸体和核心部件就足够皮实，开个20万英里不大修根本不是事儿，顶多就是凸轮轴、气门导管这些附件换个10来万公里的事儿。所以说 P1800 直接把沃尔沃耐用的金字招牌给立住了，就算过了半个多世纪，只要保养得当，现在你把这台车打着火，它一样能顺顺当当、平平稳稳地跑起来。这不就是瑞典人那股子偏执的工匠精神最好的证明吗？咱今天要聊的这台机器简直是奔驰的定海神针，就是那台传奇的 M113 V8 发动机，它装在那个 W220代的 S 级上，也就是1999到2006年那款。说实在的，那时候的 S 级电子系统可能有点小脾气，但它的心脏也就是这台 M113，那真是没得挑。你随便问一个修奔驰的老师傅，他准会竖起大拇指，这发动机皮实耐用，杠杠的。我本人也举双手双脚同意。为啥这么牛？因为它够纯粹，技术上不搞花里胡哨的，什么直喷涡轮，就是一台实打实的 V8， 用料也贼扎实，钢套是铸铁的，正时用的是链条。你说这样的组合能不耐操？结果就是这发动机陪你跑个20万公里就跟玩似的，除了正常保养，偶尔可能有点轻微渗油，基本上没啥大事儿。你信吗？连硬核的 G 级越野车都拿它来干活，跑个25万公里根本不在话下。所以啊，这台 M113 V8 就是奔驰工程实力的巅峰之作。在别的豪华 V8 发动机各种小毛病频出的时候，他就这么默默无闻的给自己赢了个不死鸟的名号，低调但真的有内涵。兄弟们，咱们今天来盘一盘，为啥30 Lancer Evolution 8/9 2003到2006能成为无数车迷心中的 YYDS。
答案就那4个字：4G63T。这颗4G63T 涡轮发动机可不是凭空吹出来的牛，它继承了30在拉力赛场上的血统，那战绩是实打实打出来的。所以 Evo 的牛不光是账面数据好看，更是在极限压力下那份让人安心的卓越耐用性，你敢信吗？这颗铸铁心脏简直就是个永动机的胚子，只要你把它伺候好了，跑到20万英里换算过来就是32万公里家常便饭，20 psi 的增压压力洒洒水了。别说一天，连续跑几天它都不带喘气的，想玩点狠的改装了也不怕。你只要不搞爆原厂内部零件，给它压个400匹的轮上马力，它依旧能给你踏踏实实的干活，寿命还长得很。为啥这么扛改装圈的老司机都说透了？厚实的铸铁钢体加锻造曲轴加拉力赛验证过的硬核设计，这3样玩意儿凑一块儿，就决定了 EVO 从骨子里就是个性能与耐用的结合体。所以拥有一台 EVO， 你拥有的不只是一台车，更是一个可以让你随心所欲尽情驰骋，而且能陪你战斗年复一年的忠实伙伴。这颗 4G63T 就是它最硬的底气。聊聊2002到2005年的斯巴鲁翼豹 WRX， 这车搭载的就是传说中的 EJ205 发动机，懂行的人都管它叫神机。为啥？因为后来那个 2.5 升的发动机论皮实耐用还真比不上 EJ205。这玩意儿为啥这么牛？秘密就俩字儿：刚壁厚，冷却好，骨子就硬朗，散热也到位。所以你看，很多老 WRX 的原厂发动机跑个15万英里，快24万公里了，都跟玩似的，没啥大毛病。想让这机器陪你到天荒地老，秘诀也简单，按时保养，千万别让它开锅过热，做到了，它就是你的忠实伙伴。而且这发动机改装潜力巨大，想稍微加点马力，放心，整它完全能 hold 得住，寿命还贼坚挺。说白了，技术资料上都写着呢 ，EJ205 那半封闭式的钢体设计，加上粗壮的钢套，就是可靠性的保证。现在还有很多2002到2005款 WRX 的车主，车子动力依旧强劲，里程都破6位数了。这不就证明了一件事儿吗？在斯巴鲁的世界里，性能和可靠性真的可以兼得。第20名，保时捷911 Turbo 996代。说到996代的普通911，车圈里又爱又恨啊！为啥？因为它那个通病叫什么 IMS 轴承，一坏起来特要命。But 如果你把目光放到它的猛兄猛弟 Turbo 版上，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用的可是个狠角色，梅兹格水平对峙6缸发动机，这可是保时捷传奇工程师汉斯·梅兹格亲自操刀的作品，听着就带劲。这台发动机有啥不一样？人家是从赛道上留下来的，跟当年勒芒赛场上的 GT1 赛车是亲兄弟。为了在赛道上狂飙不垮，他直接上了赛车才有的干式油底壳和压力润滑，说白了就是散热好，润滑强，能打硬仗。所以别以为大马力涡轮车不靠谱，这事儿在996 Turbo 上不成立。好多车主都说了，这发动机特皮实，就算天天赛道劈弯，原厂的发动机跑到10几万英里的大有人在。说1000到1万，这台梅兹格发动机就是一台简单粗暴耐用的机器，是保时捷历史上最值得信赖的高性能心脏之一。好了，我们的大盘点已经过半，前10名的硬核选手还在后面呢。如果你也拥有过这样一台神车，评论区聊聊你的故事，觉得我说的在理，别忘了点个赞。咱们接着往下看。第19名，谁说老车不能爆改？看看日产 SR20det， 想给你的90年代240 SX 换颗心脏吗？答案可能只有一个 SR20det。 你想想，当年美国买的240 SX 原厂发动机就是个温顺的小绵羊，开着舒服，但没激情。广大车友可不干了，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日本本土的猛兽 SR20det。 这台 2.0 升涡轮增压4缸机简直就是个宝藏，动力强到飞起，改装潜力更是深不见底，所以车友们送它一个外号，涡轮增压界的小本田 B 系列，厉害。而且它皮实耐造，只要你定期保养，随便你怎么造，高增压赛道劈弯它都能顶得住。在国外开着 SR20DT 跑了10万英里16万公里的例子多的是，连原装的涡轮都还健在，是不是很牛？它的秘密武器在于全铝机身，但下半部分结构特别结实，做到了轻又有力。这设计不得不吹一下日产当年的工程师，太有眼光了。说真的，一台30多年前的发动机，现在还能成为漂移和改装圈的首选，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SR20DT 就是经典。第18名，宝马 335D 是2009至2011款，搭载 M57D30 发动机。聊到被低估的宝马 E90， 必须得提 335D， 这车当年是真低调，但实力是真炸裂。核心就是那台 M57 3.0TD 发动机，甭管你懂不懂车，你就记住俩字儿：皮实。铸铁钢体加锻造件，这是什么组合？这就是开不坏的保障。很多车友都反馈，跑到20万英里、32万公里跟玩似的。更狠的，有位大哥的车都25万英里、40万公里了，车况好得很，油耗还贼低，动力跟打了鸡血一样。
关键点来了，这发动机本身基本没毛病，你遇到的那些小故障，99%都是周边零件闹的，比如电子元件、油路啥的。发动机本体说它坚不可摧都不过分，跑个40-50万公里内部没大修太正常了。335D 这台车就是豪华、省油、暴力、耐造的集合体。那425磅英尺的扭矩，推背感十足，而且寿命长得吓人，简直就是为那些既想要驾驶乐趣，又不想3天2头修车的车友量身定做的。第17名，丰田 M22 Turbo 1991至1995，搭载 3S GTE 发动机。说起这台90年代的丰田 M2 Turbo， 聊起它的心脏 3S GTE 发动机，老车迷的眼睛都会放光。这可不是一台随便的发动机，它出身名门，是当年丰田在世界拉力赛 WRC 上叱咤风云的冠军技术下放，所以 M22 Turbo 天生就带着赛车基因，而且是少有的中置引擎布局，开起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很多人以为涡轮增压发动机娇贵，但 3S GTE 偏不，它就像一个穿着赛车服但身子骨特别硬朗的汉子。丰田给它用了铸铁钢体和锻造的内部零件，就是为了经得起赛场上那种高强度、高增压的折腾。这不，一位车主的话特别能代表大家的心声，就因为它的结构和赛车血统，你就算把它开得很疯，它也扛得住。说白了，这台发动机就是为耐用而生的。多少车主把它的马力压榨到非常高的水平，或者开着它走遍天涯海角，跑了超长里程，甚至两者同时做到，发动机依然健健康康，没什么大毛病。所以大家常说它的稳定性不输给以可靠著称的凯美瑞发动机，只是动力上一个买菜，一个下赛道。正是这颗坚如磐石的拉力赛心脏，保证了无数 M2 Turbo 在20-30年后的今天依然能跑得虎虎生风，动力如初。这就是经典的魅力。榜单第16名是2008到2012的本田雅阁 EXV 600。别看它外表就是一低调的家用 B 级车，但你掀开发动机盖，嚯，里头藏着个大宝贝，本田的 G35 V6 发动机，这可是第8代雅阁的心脏，动力输出那叫一个顺，爽的没话说。关键是它还巨耐用，简直是本田发动机里的劳模。老司机都知道这台 G35 发动机有多能扛，在雅阁、Pilot 甚至奥德赛这些车上跑个20万英里、32万公里，跟玩似的，一点不费劲。我一个朋友，他的雅阁都跑了29万公里了，还经常地板油拉高转速，发动机跟没事人一样，照样嗷嗷叫。为啥这么皮实？你看啊，铝制钢体结实，内部零件都硬核，再加上本田那点吹毛求疵的劲儿，这发动机除了按时换根正时皮带，基本就不用管了。开个15万、20万公里，声音还跟新的一样，准得跟瑞士手表似的。所以说啊，这台 V6 雅阁就证明了，家用车也能让你嗨起来。动力足又特靠谱，这种组合让它成了理财产品，开到天荒地老都不用担心。要说皮卡界的活化石，那80到90年代的雪佛兰 C 1500皮卡绝对算一个。它那颗350小钢体 V8 发动机简直就是发动机界的劳模，你敢信吗？这颗350 V8 发动机几十年了，一直是雪佛兰大卡车的心脏，皮是得不得了。要给汽车界的长寿之星颁奖，冠军非它莫属。这发动机有啥绝活？就俩字儿：简单耐用。结构简单，维修起来也方便。所以你看，那个年代的 C 1500皮卡跑个20-30万公里都稀松平常，基本不坏。最牛的是，通用汽车后来觉得这设计实在太棒了，居然一直生产到了21世纪。你品，你细品，这得有多靠谱啊！真有人开玩笑说，只要保养得好，这车感觉能一直开到天荒地老。就算万一真坏了，它的零件又便宜又好买，随便哪个修理铺都能搞定，根本不心疼。从干农活的猛将到拉家带口的日常座驾，这搭载5.7升小钢体的雪佛兰皮卡，用它过硬的实力证明了啥叫历久弥新。在美国，几百万辆车跑在路上，就是它最好的口碑。第14名，大众捷达 TDI MK4 1999至2003。如果要评大众史上最可靠的机器，这款 MK4 捷达 TDI 绝对能排进前3。它搭载的就是大名鼎鼎的 1.9 升 TDI 发动机，后来进化为口碑更好的 LH 版本。它的核心优势非常简单，极其耐用，并且燃油经济性极高。在当时，这款 1.9 升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能轻松跑出超过30万英里的寿命，只要您坚持定期保养。在众多车主心中，它被认为是大众有史以来最可靠的发动机之一，尤其是在资深玩家圈里 ，L 版本更是被誉为 1.9 TDI 系列里最硬核、最值得信赖的选择。举个例子，一位资深车主表示，他的一辆搭载 LH 发动机的高尔夫开了12年，跑了23万英里，原装的发动机和离合器依然状态良好。当然，前提是您需要负责任地对待它，按时更换正时皮带，使用高品质机油。但得益于其坚固的内部结构和适中的动力调校，这台
台发动机的长期可靠性得到了市场的充分验证，轻松突破30万英里大关，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甚至一些商业用车跑得更远。考虑到这是一台每加仑能跑45英里以上的柴油车，它的可靠性和超长寿命让它拥有了极高的价值，绝对是物超所值。第13名，1985年至1993年款沃尔沃240搭载 B230F 红缸发动机。兄弟们，今天咱们聊点硬核的。说一款车，它就是沃尔沃240，尤其是那台红缸发动机 B230F， 简直是个传说。第13名，不，它在我这儿排第一。就这方方正正，看着有点土的盒子，配着一台红发动机。我跟你说，它就是汽车界的终极小强，你怎么折腾它，它都死不了。为啥？全是铁。铸铁的发动机，铸铁的缸体硬核得很，这8气门的红缸发动机就是以长寿闻名江湖。到底有多长寿？我给你看几个案例，有辆开了100万英里，快160万公里了。The Hemmings 杂志都报道了，还有一辆跑了62万英里，接近100万公里的 Auto Week 杂志也盖章了。就连 The Drive 都发现了一辆跑了48万英里，近80万公里的宝贝。你猜怎么着？全都是原装发动机，一台没换过。有个车主开玩笑说，这玩意儿甭管曲轴箱里装的是机油还是汤，都磨不坏，你信吗？有时候甚至忘了换机油，它照样跑得虎虎生风。很多开过30万英里、近50万公里的车主都说，这发动机感觉才刚开完磨合期，动力还跟新车似的。所以这瑞典坦克的名号不是白来的，它不光耐造，还特别实用。你说这样的车凭什么不能称得上是史上最耐用的车之一？不服不行。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汽车界的常青树，一位真正的劳模，他就是榜单上的第12位吉普切诺基 XJ， 而他的灵魂是那台从1987年到2001年服役的 4.0 生直列6缸发动机。这台发动机可以说是汽车史上一个不朽的传奇，它的口碑就2个字：耐用。很多车友都说这是吉普有史以来最可靠的发动机之一，它的表现有多惊人，轻松行驶超过20万英里，约32万公里，只是家常便饭。而在精心的日常维护下，跑上30万英里，约48万公里，也并非稀罕事儿。那么它究竟凭借什么赢得了如此高的评价？答案藏在它的设计哲学里。铸铁缸体和缸盖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坚固基础，它采用直列6缸结构，结构简单，运行平顺，故障率极低。最重要的是，它拥有充沛的低扭输出，这意味着在大多数工况下，它都游刃有余，很少处于高负荷的极限状态。也正是这种从容，让它在严苛的越野环境下依然能保持极高的可靠性。从1987年到2006年，这款发动机的生产周期长达近20年，期间只进行了微小的优化。什么原因？因为它的设计实在太成功了，已经接近完美。直到最终停产，它依然被广泛认为是吉普品牌最可靠的发动机之一。无论你是穿行于崎岖山路，还是应对城市通勤，这台直6发动机总能年复一年不知疲倦地为你提供可靠的动力。关于史上最可靠汽车的话题，我们才刚刚开始。如果你对这个系列感兴趣，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为你揭晓更多传奇车型的故事。第11名，福特皇冠维多利亚警用拦截车，1998至2011，这车有多牛？这么说，当年美国警察天天开着它满街跑，出租车司机更是把它当印钞机开。为啥？就凭它那颗铁肺心脏 4.6 升 V8 发动机。这玩意儿简直就是个不坏金刚，结构简单粗暴，什么花里胡哨的涡轮增压，复杂技术全不要，就一个字：稳。你敢信纽约市有辆2011年的皇冠维多利亚跑出租，居然跑了55万英里，将近90万公里，发动机原封没动，这是什么概念？一般车开个20万英里就得歇菜，但这车保养得好，跑到30万英里，近50万公里，小菜一碟。老车主们都说，这车别的零件可能会坏，就发动机比你命还硬。所以这车能成为美国警车和出租车的图腾，不是没道理。真正的美国大粗伯，皮实耐用就是牛。第10名，雷克萨斯 LS 400，1990至2000年搭载 EUZF EV8 发动机。在汽车史上有那么一款车，它不仅定义了豪华，更重新了可靠这个词。它就是90年代的雷克萨斯 LS 400，而它的灵魂就是那台传奇的 EUZF V8 发动机。当时欧洲的豪华车们还在比拼谁的马力更大，内饰更华丽，雷克萨斯却默默掏出了一个王炸，让车主能开一辈子的车。这台发动机到底有多变态？官方直接拿去跑了100万公里的极限测试。在民间跑到30万英里，近50万公里，还能状态完美的车一抓一大把。
甚至有车友晒出了跑了50万英里的原厂发动机，这已经不是耐造了，简直是金刚不坏。凭什么？因为用料上全是真材实料，锻造曲轴，高强度内部结构，每一处都透着一股不坏的执念。当 LS400带着这台发动机杀到欧洲，整个车坛都震惊了，大家这才明白，原来一台豪华车不仅可以优雅舒适，还能像丰田一样坚不可摧，开到天荒地老。LS400就这么用耐用2字给世界豪华车上了一课。第9名 Integra GSR 1994年至2001年搭载本田 B18C 发动机。聊起本田，那台经典的 Integra Type R， 车迷们谁不迷糊啊？特别是它身上那颗心脏 B18C 发动机，简直就是个传说。这可不是吹的，从94年到01年，这台 B18 CVTEC 发动机陪着无数车手跑过了青春。它到底牛在哪儿？就俩字儿，可靠。你敢信吗？很多开本田的车跑到20万、30万英里，发动机还跟新的一样，毛病特别少。我甚至听说好多 B18 发动机就算被车主暴力驾驶，硬生生干出了30多万英里，依然很能扛。为啥？因为本田造这发动机时用的全是真材实料，平衡性超棒的下部结构，还有一根结实的锻造曲轴，再加上本田家精密的组装工艺，这底子能差吗？只要你按时保养，这颗 B18C 发动机根本不会有衰退。一说几十年过去了，它还是能给你带来那股子高转的快乐劲儿。也正因为这样，现在二手车市场上带这种发动机的车特别抢手，价格也死贵，卖的正是这份传奇和信仰。这台70年的道奇 Dart 心脏是头铁蟑螂。嘿，兄弟们，看这8号车，1970年的道奇 Dart， 它的心脏可不是普通货色，而是一台克莱斯勒的225斜6发动机。为啥叫斜6？因为它歪着，但更响亮的名号是蟑螂。你没听错，就是打不死的小强。这台发动机就是这么生猛。这玩意儿有多牛？这么说，它就是个铁疙瘩，天生就结实，就算你忘了给它保养，它照样能突突突突的跑。很多老爷车都进博物馆了，它还能在路上稳当当的跑个几十万英里，跟新的一样。为啥这么抗造？就因为它是直列6缸，结构简单，天生耐造。有句话怎么说的？除非你不用，不然它坏不了。这话说的就是它。老车主们都说，当年车开烂了、锈穿了，这发动机还在那儿嗡嗡的响，那声音贼有劲儿。所以啊，这蟑螂发动机就是克莱斯勒耐用精神的代名词，也是这台老飞镖能一直跑到今天的真正原因。看看别的老车早就成了废铁，它还活蹦乱跳，这就是传奇。嘿，跟你说个汽车界的硬核传奇，奔驰 W123， 尤其是那个 300D。这车配上它那颗大名鼎鼎的 OM617 柴油发动机，简直就是个开不坏的铁王座。这发动机有多牛？这么说，50万英里差不多80万公里，对它来说那只是热了个身。当年这车被当成出租车或者公务车，满世界跑，发动机跑个60-70万英里根本不算个事儿。你想想，那得多抗造！我给你看个真事儿，有一辆80年代的 300D 旅行车，跑了78万英里，100多万公里还能卖出去。发动机状态好的不得了，这就是活生生的证据。它为啥这么干呢？秘诀就仨字儿：简单粗暴可靠。一身钢筋铁骨，铸铁的钢体和钢盖坚固到不行，结构特别纯粹，没什么花里胡哨的电子设备，就是个纯机械的燃油系统，双链条正时，这设计保证了动力传递的稳定，而且只要差不多15万公里，检查一下正时链条，再调气门间隙。这发动机就跟打不死的小强一样，感觉能用一辈子。所以 OM617 能拿下汽车史上最耐用发动机之一的名号，那真是实至名归。你到今天还能在路上看到不少老款奔驰柴油车，他们之所以这么受欢迎，靠的就是这份超乎想象的耐久性，这才是真正的100万英里传奇。兄弟们，咱们来聊一款真正的爷辈神机——福特300直列6缸发动机。你把它叫做福特 4.9 升直列6缸，或者干脆就叫它300都行。从1965年到1996年，这颗心脏在 F150 里整整跳了30多年。为啥这么牛？因为它就是美国车皮实耐用的代名词。你想想，一台发动机能跑到30万英里，差不多50万公里，都还在生龙活虎，而且保养起来还不费劲。这是什么概念？很多老司机都说，这30万公里对他来说那都只是热身。凭啥这么牛？就因为它结构简单，全是铸铁打造的，结实得很，低转速，扭矩贼大，干活有劲儿。这也是为啥你现在去农场工地上还能看到开着老款 F150 的兄弟，几十年了依旧能拉能跑。福特自己也知道它有多靠谱，甚至拿它去当发电机的动力，或者给 UPS 的送货卡车用。这种待遇可不是随便哪个发动机都有的，所以这款车和它的发动机至今都是 F150 玩家心中的白月光。谁不想要一辆能比着自己开得更久的卡车呢？说句大实话，要论历史上最可靠的汽车，福特300绝对能排进前5。
它不光是一台发动机，它是个传奇，是汽车界的硬通货。那么问题来了，你们心里最可靠的传奇车是哪个？觉得福特300能不能排第一？评论区聊聊。第5名，讴歌 RSX Type S 2002至2006，这台车可以说是本田迷心中的白月光了。它心脏里装的就是大名鼎鼎的 K20 发动机。这台引擎有多牛？简单说，就是它能把开跑车的快感和本田车那种开不坏的靠谱劲儿完美的捏合在一起。K20 被公认为是本田最牛的发动机之一，可不是吹的。这可是台高转速发动机，你舍得踩油门，它能欢快的冲到8000转，给你推背感。但你信不信，就算这么暴力开，它照样能跑个20万英里，快32万公里，没问题。这种耐久性放在今天都让人佩服。为啥这么能扛？因为它是 K 系发动机里的优等生，用的是更结实的正时链，配合本田扎实的做工。说白了，只要你勤快点，定期给它换换机油，它就能一直陪你撒欢。这台 RSX Type S 就是性能和可靠的代名词，也正是因为有它，才奠定了本田车那种开不坏的传奇口碑。排名第4的是1992年至2005年的别克君威 Buick LeSabre， 搭载通用3800系列 2V6 发动机。要说汽车圈里谁最皮实耐造，通用那台 3.8L V6 发动机必须拥有姓名，尤其装在1992年到2005年的别克君威 LeSabre 上，简直就是常青树一样的存在。这台3800系列 V6 发动机被誉为通用汽车最靠谱的发动机之一，简直就是个传奇，感觉怎么开都开不坏。网上随便搜搜都能看到不少车开了超过30万英里，差不多48万公里还在路上跑的例子。为什么它能这么牛？秘密就在于它的设计。这发动机用的是结实的铸铁钢体，结构是简单粗暴的顶置气门 OAV， 说白了就是故障点特别少，没啥复杂的电子元件坏，再加上用料扎实，工程上又下了功夫，简直就是把可靠这2个字刻在了骨子里。不光是君威，当时君威、世纪、英帕拉这些通用家的老伙计，很多都是靠它心脏跑个几十万公里不大修，根本不稀奇，简直家常便饭。说到底，搭载着这台3800发动机的别克君威，就是靠这台 V6 发动机的神级可靠性才赢下了好口碑。它可能没啥推背感，不够刺激，但要论皮实耐造，从不掉链子，放眼整个汽车界，能跟它掰手腕的还真没几个。这台车就是个永动机，绝对是你能找到的最让人安心的劳模之一。排名第3名，老美肌肉车性价比之王，雪佛兰 Camaro Z28 98至02款，要聊性价比高的性能车。这台雪佛兰 Camaro Z28 98到02年那款必须拥有姓名，它最牛的地方就是那颗心脏通用大名鼎鼎的 LS EV8 发动机，这可不是普通的发动机，车迷们都管它叫神兽。为什么这么说？皮实，结构简单粗暴，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电子故障，只要正常保养，开个15万英里，差不多24万公里，跟玩似的，一点不费劲，可靠。车主们都说这发动机是传家宝，修得少开得久，就因为它太能打，后来才发展出了整个 LS 系列发动机，几十年里一直给通用各种车当动力，地位稳得不行。所以这台 Z28 给你的就是最纯粹的美式 V8 大马力体验，还附赠了让人安心的超长待机时间。这种性能和可靠性的完美结合，让很多小车都自愧不如，绝对是史上最值的性能车之一，闭眼入不亏。嘿，你知道吗？在80到90年代，那批丰田皮卡，比如海拉克斯 Hilux 和它的兄弟车型 Runner， 脑子里都装着一颗神级心脏，就是那台传说中的22 Rev 发动机。这玩意儿简直就是一台永动机，就一个最简单的铸铁4缸，结构朴实无华，但特别皮实。车友们都说，这发动机跑个100万英里，差不多160万公里都不在话下。你去看网上那些故事，到处都是。很多开了30年的老皮卡，里程表都打到30万英里了，现在还在路上跑得好好的，一点不费劲。别看它起步不快，没那种推背感，但真称得上是刀枪不入。为啥这么牛？丰田给它配上了当时很先进的电喷系统，省油又可靠，直接把它推上了开不坏的神车宝座。都说正是这台 22RE 发动机打响了丰田耐用的全球名声，它让这些小皮卡成了传奇，连 Top Gear 那帮人专门拿来折磨，他想尽办法想把它搞坏，结果呢，人家愣是坚挺着。到现在，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些80、90年代的丰田皮卡依旧是咱们老百姓离不开的干活主力，是交通的顶梁柱。怎么样，一台30年前的发动机现在还能这么能打，确实是个传奇。嘿，车友们，聊一个车圈里封神的存在。90年代的丰田 Supra 就是这代第4代，也就是我们说的 MK4， 尤其是那台涡轮神兽 2JZ GTE 发动机。说实话，当年这车能封神，靠的还真不是花里胡哨的外表，而是这颗防弹的发动机。它为什么这么硬核？
因为它是个铁疙瘩，铸铁钢体天生就带着皮实耐造的基因。你想啊，原厂动力就那么猛了，你还想改装？没问题，这机器随便刷个程序，加个涡轮，马力翻1倍都不用拆钢修，简直是个潜力股天花板。所以啊，这台 2JZ GTE 发动机几乎是耐久性的代名词。你看那些老车主们，随便开个10几万英里，也就是换换机油，做常规保养，它跟你一样生龙活虎。正因为它这么牛 ，Supra 也就成了衡量所有高性能发动机的黄金标杆。现在为什么二手 MK4 Supra 那么贵？不就是因为这个吗？超跑的性能，丰田的可靠性，这组合谁顶得住？所以这台1993到1998年的超级涡轮版，简直就是把暴力和长寿焊死在了一起。好了，这期我们盘点的30款最可靠的座驾就到这儿了。你开过哪些铁皮坦克？或者对哪个防弹神车印象最深？快在评论区告诉我。要是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别忘了点个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专门扒开营销的噱头，给你看最硬核的真实数据。记住一句话，选对了发动机，车就能陪你走到天荒地老。有时候最聪明的选择就是一台精工细作的经典老车，他们真的不会让你失望。下次见，愿你的车永远都有劲儿。